我一辈子都在减肥，我觉得我减肥了一辈子，我都没有看到我的内在假设是错的。我的内在假设一直觉得减肥节食要变漂亮，或者是身材要变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这个是我的假设。一给自己讲说你要快要做一件很痛苦的事，你的身体马上反弹，就是本来不想吃，现在就忽然想吃起来，压力荷尔蒙直接爆掉，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吧，那我现在再吃一桶，明天再开始压惊。对，所以我觉得我那个内在假设一开始就是错的，说减肥一定要很辛苦，然后所以我的策略就是错的。我的策略可能就是那我一定少吃，一定会饿到，一定会运动很辛苦，那所以结果不是我想象的，我就一直在改变策略。可是在于组织心理学里面，就是说你的内在假设才是最重要的。你的内在假设如果没改，你就一直在改策略，然后结果策略结果策略结果。但是其实你如果改了内在假设，其他的都改了。欢迎光临小周末开趴，我是小米，我是佑荣，每周陪伴你们的好闺蜜又回来了。你有没有测过 MBTI？ 怎么可能没有？不可能没有测过吧？现在这么流行，现在在 IG 的那个自我介绍上面都要写 MBTI 什么 对，INFT，完了我没写。好，虽然大家就是测完会知道自己的特质，但是呢，大家在职场上有时候还是要强迫自己去适应可能跟你不同个性的人，结果就是会怎么样，很内耗，很内耗，然后就对自己说我已经很努力了，但为什么我还是觉得好累哦？为什么？老师今天告诉你。对，那我们今天就邀请我们的雪莉老师。嗨，小米佑荣，你们好荣幸大家好，真的很荣幸，有种那个电视你们邀请我上的人跑出来的感觉。谢谢你们的邀请。好，那我们的节目有个惯例，就是我们会询问来宾上个礼拜有没有发生一个让你印象深刻的小故事。哇，你知道我忽然一片空白，上礼拜我们做了什么？我跟你讲，大家都会哦。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的很忙碌，对，真的忙到每天就这样过。对，上个礼拜我们有发生什么事吗？观众你们也可以想一下，你们上礼拜发生什么事？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因为这就是提醒我们要活在当下。我们就是很活在当下，你们过完就忘了。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一直想往前看，就是一直在忙，但是你连忙什么，上个礼拜在忙什么都不知道。其实有的时候人生真的就是……那雪莉老师，你的行事历排到明年什么时候了？你知道吗？4月。哇，他说4月对吧？现在才12月初。对，所以有的时候，但我觉得啦，因为我有3个小孩，然后小孩子因为有的念大学了，所以他们的时间又不一样，对，然后又亲戚又很多，又不是都住在台湾，所以工作之外还有什么亲朋好友回来的时间啊，小孩子的什么日期，所以一定要往前排了。那真的上个礼拜，我觉得我觉得在职场上吧，这个可以出卖知识卫星的人，那刚好跟我们今天主题有关系，有关，就是我们要拍一个，就是我们影片的宣传片，那宣传片你知道就要假装好像在开会啊，或者是干什么的，所以他们就说要叫我贴那个便利贴在墙壁上，好像很忙的样子，有没有装出来？那贴便利贴，我一看到便利贴上的字，我就说这谁？字真的有点丑 ，OK， 我就说出戏了。你们这个字会 zoom in 会看得清楚，好像就说会，然后我就心想说，我是太机车了嘛，还是说我内心有点挣扎，说这也是我的宣传片，我要不要求他们重写？还是这真的太机车了？因为我们就觉得每个人的字体都要可以接受这样子，所以我就说哈哈，这个字你觉得好看吗？他们就嘿嘿，不好意思，对，就是已经写了，然后我反正就照完。那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应对到今天讲职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期待跟那个边界不太一样，就对我来说。我是不愿意人家看到以为我的字这么丑因为观众会联想是你写的，对，或者我也觉得画面上面，但是我理解就是说其实字他是看得懂的，就是有需要大家再重新把这个字撕掉，然后再去重新写嘛。可是我觉得很麻烦，是你现在接受了，你回家会不会一直重复，一直想这件事情说如果当下我重写，我会不会现在就不烦恼了？
对，就还好。如果我真的会烦恼，我可能会说。可是当下我只是觉得，但是我后来又刁他一下，害得人家也很不好意思。所以我后来也想说，哎，对，以后可能就直接说算了，我重写。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在职场上面，你就觉得那个界限好像你也不确定怎么拿捏。对，然后现在又在你们的节目把它讲出来，让他又觉得更丢脸一次。Oops, sorry， 就没有要责怪你，因为我当下也觉得好啦，就这个就可以接受啦。对，对。但我相信以后他就会很确认的，会把字写漂亮，或是给别人写。对，他不会再写他了，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被我讲了好几次。如果是我就不会再拿笔写那个便利贴，请别人写好了。对，是个好选择。对，好，那大家很多人认识雪莉老师，应该都是 MBTI。那我们第一题想说，先跟观众来简单说明什么是 MBTI， 因为有些人可能还没有量过，或者是他可能还不了解这东西现在到底在红什么。虽然应该大家都听过了，但还是可以简单的，因为雪莉老师的关系，对啊，我觉得可以简单讲一下，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对 MBTI 似乎有一点迷思。对 MBTI 很简单的方式，如果我简单说，就是如果我可以把每个人的大脑剖开，就是我们每个人看事情跟想事情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所以 MBTI 它是简单的来看，就是你比较是往外看事情，还是你比较容易内观？那你的大脑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它运作的比较快？就是没有外在刺激的时候它运作的比较好比较快，还是有跟外在互动的时候运作的比较好？确实跟我的理解不一样，不太一样。对，它讲的是一个脑神经回路，然后你看事情是大方向的看还是靠直觉的看，还是说你比较靠感官所获取的信息？然后你是如何做决定的，然后你是比较喜欢怎么样做决定，这些都是你人生的理所当然。就是比如说我想都不用想，就是你叫我写字我就拿右手，我也没有特别想说我现在要选刚刚都用手，我现在要用左手。就是 MBTI 它告诉你的就是你人生你的大脑会让你觉得哪些事情是理所当然的。那因为理解了你的理所当然，你才会知道我跟其他人为什么这么不同，为什么我讲话他听不懂，为什么他讲话我觉得他这么奇怪。所以这是 MBTI 我们喜欢它的原因，就是它可以让你自己做一个检测，就是我的大脑是怎么样运作的。我以为每个人都是这样想，其实不是。那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是我刚刚突然好奇的，就是比如说因为 MBTI 它每一个字母都是可能比较简单的先2分嘛，对。那比如说像 E 跟 I 这样子的不同的那回路，配上后面比如说同样都是 N， 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吗？会真的所以这组合上它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外显的，就是看起来怎么样子，我们可能看第一个字母跟第4个字母，比如说 EJ、EP， 他们可能看起来有一些共通点。那如果我们真的讲说你真的内在的驱动力来自于哪里，那你就要看它的功能了。那这个通常初阶是不会讲到的。比如说 INTJ、INFJ 他们的第一功能是内向直觉，就如果你没有看到符号就是 NI， 就是大 N 小 I 这样子。ESTJ 跟 ENTJ 的第一功能是外向思考 TE， 所以这个就是比较深入一点去理解 MBTI 这个理论了。不过我相信大家现在都比较留在就是我们只看这4个向度，对，然后单一把它抓出来，讲说外向就怎么样，内向就怎么样，其实它比那个复杂很多。对，很复杂。那这个在课程里面会有讲到吗？有，我的第一堂课会讲非常清楚，因为第一堂课有9个小时，就会让大家了解，就是说我们是怎么样从这4个字母，我就可以知道它的驱动力是什么，它辅佐的它的能力是什么，就是你大概知道你的心智功能的排列组合。那 MBTI 会变吗？MBTI 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问你们，如果没有太特殊的状况，你觉得你天生的惯用手会不会变？不会。但是如果比如说碰到一些很大的创伤，比如说你的惯用手断了，或者是你被迫在环境下
就是你的脑神经回路在很小的时候就是有一些调整。但一般来说 MBTI 的理论是它看的是你天生的偏好，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是舒服的，可是我后天可不可以教我换一只手来写？我可以哦，但我的 MBTI 没有改，是我的大脑告诉我现在用左手写字比较酷，所以我现在要学习用这样的行为。所以很多人会以为 MBTI 看的是外表的现象，也就是说你看他现在开始用左手写字，他从 E 变成 I 人了，有点是这个概念。可是其实我们在不同的环境，我们会显现不同的行为嘛。对，我跟你在一起，跟我妈妈在一起，跟我客户在一起，我就是会不一样。那可是我没有变，我只是因应外在的环境，我有我的生存法则，我会调整。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你看我有时候在公司是这个类型，在家里是这个类型，那这是错误的解读。你看的更多是 MBTI 以外的东西了，就是你的脑神经回路并没有改变，你是有一些行为上面的调整。所以行为它是行为，但是你的脑神经是你，所以你的行为是你跟外在环境互动出来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光看或者是光看你的行为就说你这个人就是怎么样，对不对？这样子我觉得对人都不公平。所以我很希望透过你们的节目也可以告诉大家，就是你看人再好，个性再好，如果我一直骂你一直骂你一直骂你，你也可能会生气吧，你也可能会大反弹。可是如果我在那一个 moment 就是把你录下来，就是看你是这样的人，你在那边歇斯底里，可是我有没有看到就是说这环境对你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抓住那个 moment 就说他怎么可能是 E， 或者是他怎么可能是 I，那我觉得都忽略了我们人与环境的互动。哇，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用 MBTI 的方式很容易更误会耶。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后来在频道不太讲 MBTI 了？因为我其实录了 N 次说 MBTI 不能这样子用，可是我觉得大家还是有点卡住说我的表象是什么。因为这最容易看到嘛，或者是别人的表象是什么。我跟你们分享一个，我上次去工作坊好笑，就是是蛮严肃的，大家都是主管，然后一个高阶主管就说，老师我儿子说他是 I， 可是他每天都出去外面玩。然后其实那当然他也是一个很可爱的主管，我就说爸爸有没有可能他不想要留在家里跟你讲话，对不对？就是哇，他就说哈哈哈，对。那我就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拿这个你的行为来判定他是谁。那你说E的人，他如果每次讲话都被呛，他不想讲啦，变I了。但是不能这样说，就是他的行为让你看起来他就是 I 人。那所以 MBTI 其实我会觉得，我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它其实是我自己测量完我的 MBTI， 只是帮助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是怎样的人。没错，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 MBTI 来定义我符不符合这个 MBTI。你可以知道说我的天生的倾向类型什么对我来说是理所当然。比如说我讲我的类型好了，我比较倾向，因为我们不会说我一定是这样子，因为总共也就16个类型嘛，我们的人其实比16个更多元。但我最靠近我的是 ENTJ， 那你可以说 ENTJ， 我是 TP。TP。OK， 那我们可以等一下聊一聊。就是对我来说 ENTJ， 你如果要光看他的优点讲，你会说可能是很有一些宏观的远见，然后知道怎么样落实的执行。可是你就要看到他的相反，就是那他的理所当然是什么？他理所当然就是我有这些想法，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有想法跟落实的步骤。所以当别人没有的时候，我就很可能觉得说为什么会没有？那另外一点就是我比较不会考量别人的情绪来做决定，我也不会考量我自己的情绪，我会觉得什么是对的就逻辑的就去做。但这个的反向就是你知道我们要真正推动一件事情是要让大家情绪都有
感受到，共觉得鸣有共鸣才会真正的想做。嗯，但是这一点就是我们这样类型的人有可能会忽略的，就是情绪、别人的情感、我们自己的情感，在做事、在推动事情上面有多重要。那我一旦知道我的理所当然就说，每个人都不应该有情绪啊，或者因为我没有，所以大家都不应该有。那我知道这是我盲点之后，我就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我就知道要提醒我自己什么事情。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是职场嘛，对，所以我们列了访纲蛮多题目，都是我认为职场上大家会遇到的各种情况，可能是老板、主管，可能是你的同事，也有可能看的人你本身是主管，上司、下属对的关系。所以大家今天如果你是职场上的人，应该会蛮有共鸣的。我想先问一题，就是在职场上，因为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那你有时候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在这个环境里面跟大家格格不入的感觉。譬如说，我很 I， 同事很 E， 那这时候要如何的可以不能说运用 MBTI， 或者是你要怎么样更快速的融入这个环境里面？好，我觉得这个要拉回来讲说，你的前提是你很想融入，是吗？我觉得应该是造成了一个困扰，他才会去想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要拉回来，就是说比较具体的，你觉得困扰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看了一集 Friends， 就是他的老板一直都是在抽烟的时候，一起抽烟的人时候会做决定，所以 Rachel 就去学抽烟，对不对？那我觉得那是实际上造成职场上面的困扰。可是如果你觉得你的格格不入是说，大家聊天聊得很开心，我有时候插不上话，我觉得要去区隔说，他对我的工作表现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威胁。因为我们也不希望你一直在职场上压抑你自己，你就不是很嗨的人，你就要装得很嗨。那其实久而久之，你自己的那个能量也会散得很快。对，所以所谓的格格不入，我希望大家退一步来看，就是说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我是不是需要真的融入他们？因为当然，如果真的会影响到你的生存的话，一定要。那如果不是，你可以退一步来说，我不一定要跟同事都是好朋友才 OK。我想到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就虽然我不是上班族，不是上班时间，但我以前刚进入自媒体这行的时候，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怕生的人，但是就是不免俗还是要去参加一些公开的活动。那这时候呢，就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比较热情的同行或者是相关产业的人，他就会很热情的过来说：“嗨，小米，你记得我是谁吗？”这个我也没办法，因为我纯粹是年纪大了，我真的不记得。记不得。对，就反正类似这种状况。那这种时候怎么办？你要说对不起，我真的记不得，还是讲别的话题？我那时候的回应我是说，然后等他继续接说，我是在哪里遇到你的。但这也不是重点，重点只是想表达说，一度因为我很想要成为那种可以在这种场合很愉悦、从容自在的人。我很羡慕那种在这种场合可以很从容的人，因为我每次都觉得说我没有办法放松，没有办法在这个场合变得很自在。这时候如果是我的话，你会建议我怎么做？我会建议做大脑中的练习。怎么练习？就是这个叫做 mental rehearsal。我们在比如说你想象的情境是什么？你想象的是你游刃有余，人家打招呼，你就可以，你想象就是怎么样，很松弛的跟人家嬉笑，然后打招呼，非常自在，想象那样子的感觉，然后你就在你大脑里面练习，这就是 rehearsal，也就是我们的这叫什么排练嘛，你在大脑里面先做排练，在那个当下吗？还是之前出发前？你知道你要去这个活动的前一天，你就开始做这样的练习。你就多做这样子的练习。你就想象你在路上碰到某些人过来，你要怎么样有那样子的松弛感。你知道为什么人家说心想事成会成功，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脑神经回路，当我们大脑在想事情的时候，其实事实上跟我们实际经历那件事情，大脑的运作方式是一样的。骗过大脑吗？你在让你的大脑练习，其实练肌肉也是一样，就是你的脑神经回路，比如说我的脑神经回路，
不管是 MBTI 也好，就是我看到我就怕。我要重新训练，因为有狗狗嘛，对不对？对，你要重新训练的时候，让他的脑神经回路就说，我看到我可以深吸一口气，然后我看到我现在有2条路，另外一条路我练过，那是我在家里常常练习的方式，所以这个是我会给你的建议。任何时候都在大脑里面做彩排。那我想问啊，如果对这件事情的恐惧已经大到他光想就全身冒汗，这种是有办法练习的吗？我觉得真的严重到就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已经真的是不舒服，有的人是呕吐想，就是或者是胃痛到，我觉得找咨商师是非常棒的。因为我现在讲的练习是我觉得一般人有时候会有一点紧张，或者是你比较偏内向的人，可是如果这已经可能是变成一种创伤的话，我觉得你就要寻找专业的咨商师来帮助，因为是有可能就是吓到，我们就讲到是 phobia 这样子。但我想拉回来讲格格不入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心中一定要理解说，我们人与人之间都有一些共通点。你觉得我们两个再像的，我们一定还有东西不一样。对，但是我们两个再不一样，我们可能会有共通点。所以你真的想要融入去找那个共通点，比如说 Rachel 她发现人家只有抽烟，可是说不定别人也养狗，这是一个切入点。就是你可以在我们人与人之间找到一个我们的共通点，然后去把它放大。我觉得这个是我小的时候的生存法则，因为我那时候我们家移民到欧洲是完全没有亚洲人，没有其他种族的人，就只有白种人。因为我们你看我有多老，现在澳洲连珍珠奶茶都有。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进去，我觉得因为我13岁就进去，那个生存法则一定要马上长出来，要不然我没有办法存活，尤其是青少年那么需要同侪的接受。所以我就发现说，你一定要找共通点，然后你可能要去看那边的文化，然后抓到那个文化的 key， 然后试着去迎合，这个是一种生存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长大了，我不觉得完全要去迎合，但是找到共通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等于就是说，你今天如果发现格格不入的状况的时候，找出这些跟你不同个性或是不一样的人，你们的总会有一些共通点。是，其实我觉得算是蛮积极的改善方式，是可以，而且是可以做的。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太恐惧了，就是我们在焦虑的状况下，我们的大脑会简化所有事情，所以你在很焦虑的状况下，你可能会觉得他们两个都形影不离，他们两个一定很要好，或者他们一整群都是一样的，只有我一个人不一样。可是当你有一点就是自我对话，然后比较冷静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其实他们也可能不是真的就那么一群，他们中间也会有不同的地方，对，那你就不会觉得自己这么孤独。我觉得就是大脑很习惯编故事，大脑习惯把它二分法，就是在压力下，就是要么就是都是他的错，要么就是都是我的错，要么就是我必须要忍耐，然后过得很痛苦，要么就是我一定要离开。就是当你能够跳出来看到就是整个系统的运作的时候，不带着情绪看到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其实有很多更多的选择，他并不是他就是坏人，我就不是，或者是就是我不好，他都没有错。其实人与人之间真的就互动会出来很多火花了。那有一种人是超级在意别人看法的，然后那个在意是可能今天上班听到了一句话，然后那一句话可能就围绕他好几个月，他都没有办法去那个要怎么去，比如说放下那个焦虑，大家都知道要放下，可是实际上很难做到。对，因为我觉得我用了很多理论来说，我试着用组织心理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来说，就是边界。边界的意思就是首先我觉得你一定要有一个理解，就是不可能每个人都喜欢你，绝对不可能。因为你有这样子的误解的时候，每一个不喜欢你的人就是又有一个又有一个。可是你一开始就要知道，最起码就 MBTI 我们都不一样嘛，对，最起码有一半以上的人是跟你思考是不一样的。那他怎么会放开哦？对，所以我刚刚就讲说，
我跟你说，我的频道就有人说，哦，我们很喜欢 Sherry 讲话很有条理的方式，但是刚刚来我有没有说过，我更多时候看到说，希望 Sherry 讲话更有一点温度，对不对？对那我同样的讲话方式，对某些人来说，对我就是不喜欢鸡汤，我喜欢这样子条理的说法。对其他人讲来说，这个讲话怎么会这么没有接到人家的情绪，或者是偏向没有同理？所以你同样的话，有人会欣赏你，有人会不喜欢你。那我很喜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The Crown》，就是那个皇冠，那个 Netflix 讲英国皇室的那个。没有看，没有。好，那我觉得里面讲以前柴契尔夫人，她就是跟伊丽莎白女皇一世讲，因为伊丽莎白女皇一世就是比较保守一点，然后希望大家不要太多冲突，但是柴契尔夫人就是铁娘子，所以她讲话就是冲，然后她就是会骂人，所以伊丽莎白女王就跟她讲说，你觉得树立这么多敌人是好的吗？你觉得这有帮助你做事情吗？就是有点要劝他不要这么尖锐。那我觉得柴契尔夫人在剧里面就讲一个，他就讲说他最喜欢的一个诗人说的，如果你没有人讨厌你，你没有敌人的话，你就是一个懦夫，就代表你从来没有讲出你真正的想法，你没有东西可以捍卫，所以他一点都不觉得他这样子讲话有任何问题。我觉得那时候你就看到伊丽莎白女皇就有在自己思考。我想拿这件事情出来讲，就是如果每个人都喜欢你，那就代表你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你没有活出来你自己。如果你活出来你自己，一定有人看你不顺眼，一定也有人欣赏你。所以我觉得要有这样子的认知啦，不要想讨好所有人。对，因为你只会变成一个没有任何个性，然后别人觉得可以任意践踏的人。因为你一直不停的在调整你自己，让别人喜欢你的时候，你是一个没有界限的人。那没有界限的人，你就会引起很多人来欺负你，因为每个人都是柿子挑软的吃嘛。没错。所以你就会觉得我的人生怎么样？我其实一直都想要让大家喜欢我，结果弄到后来变成大家没有人欣赏他，没有人看到他的价值，因为他把自己活得很没有价值。但是我想要教大家，因为我的背景是组织心理学，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设定一个系统来说，对我们来说会简单一点，因为你也不希望变成说非常自恋的，人家怎么讲我都不管，我就是自己活出我自己。然后就跟他说柴契尔夫人说过，对，然后就说我就是自私自利，怎么样，我就要活出我自己，不然就算啦。就是我们人就是群体生物，就是我们也不能这么自私。那我觉得建立一些系统，可以首先让你理解说，第一个我们的边界在哪里，就是我们的边界包含了这个有没有越过我的权限，就是我有没有权利为你的快乐来负责，你要求我的有没有超过我的权限？比如说你是老板，我是员工，你叫我做一些事情，说承担公司的成败，这个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设计一些系统，一个一个确认，就说这个边界在哪里，我有没有权限来承担这些事情，包含其他人的快乐或其他人的情绪，因为之后有问到情勒嘛，对不对？对，就是我有权限承担你的快乐嘛，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我在这里面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扮演的是你好朋友，还是你的伴侣，还是你的老板，还是你的下属？我们每一个角色它其实都有工作内容嘛，对不对？有没有在我的内容里面？然后再最重要的就是我的人生的目标，我真正想要达到的是什么？我觉得把这4个东西写出来以后，别人如果再有一些什么想法，你就来确认，就确认说这是我应该要负责的嘛，这是应该我们两个有的边界嘛？真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你每一次来，你每一次自己要想一次，真的很累。就像我如果出门，我也不知道捷运有没有开，我也不知道 bus 有没有开，我也不知道今天叫不叫到计程车，每一次出门我都要花好多能量。但如果我们住的城市有一个系统，就是固定有捷运，固定有 bus， 固定有计程车，那
你就可以放松很多你的大脑的细胞去想真正你应该想的事情。但假如说好，我设立了边界感，但是比如说我跟雪莉老师，我们两个的边界感那个线不一样的话怎么办？我们就一起来沟通，我们来聊一下为什么你觉得我们的边界在这里，可是我觉得我们的边界在哪里。那这时候 MBTI 我觉得有些帮助，因为我觉得 MBTI 现在让大家有共通的语言了。对，我可能可以说真的不好意思，我是 I 倾向的人，所以我需要一点时间。这种话你以前说大家都听不懂，可是因为有 MBTI 以后你可以这样子说，不好意思，我真的很喜欢你，可是我晚上需要独处的时间，就是下班了以后我可能不太喜欢讲电话。可以跟主管讲这个话吗？我觉得可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我觉得我现在我告诉你，我碰到很多主管都说现在的年轻人都直接跟我讲说，老板，我晚上8点不看简讯啊，什么什么。然后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是愿意讲的，他们没有这个困扰，是我们有这个困扰。对，就是你们可能还是比较用心。没有，我觉得每个世代的规范不太一样啦。对。那对于这个工作看重的这种。对工作的重要性也觉得不一样，有些人真的很热爱他的工作，他可能就觉得这个边界感我不敢跟老板讲太多。那如果这个工作可有可无，那就老板不要吵我，我要下班了。但我觉得是不用讲的，就说你不可以，而是试图解释说，比如说我会讲说，不好意思，周末我可能不适合安排工作，因为我需要带小孩，尤其是他们比较小的时候。那我觉得基本上大家会有一个理解跟自我尊重啦。大部分的时候，我是觉得可能是我们这个年纪跟现在比较年轻一代的，你们到底是对我来说，你们已经很年轻了耶。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没有很像现在的小朋友那么敢表达自己。对，可是我觉得是现在才在学习的，有一点，但我觉得试着沟通这件事情蛮重要的，因为我们以前就是比较听话，不敢忤逆，或是会觉得说讲了是不是就是那种很叛逆的下属，或是很叛逆的员工。但可能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试着做一些沟通，会让整个的怎么说职场的相处会更健康。可是会不会有主管遇到一种下属，反而是他很敢勇于表达自己？对，就是这个不行哦，那这个我不会哦。那他可能明天就不在公司了吧？没有我觉得现在很缺人很多老板都是对啦，现在很多都是老板回来说以前什么都自己做，是三明治世代，现在叫大家说不好意思老板，这个不在我的责任范围哦。现在会啊，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世代看的其他的世代都觉得哇，那个世代好像好难沟通。但我觉得我们每个世代都有自己心里的苦，所以有的时候讲出来，其实就是让大家更理解。因为你不讲出来，你可能心里想的就是又是那2分法，对，讲了一定完蛋。那不讲我就是忍的，是我难受，不是你痛就是我苦。对，好像，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讲开来，你就发现说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还有另外一个职场上很常发生的事情，就是有一些人他其实工作能力还不错，但是你知道对自己因为自信心不足，他不敢去争取一些他应有的可能是收入或是他应有的职位。我想问的2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这些人没有自信？第二个问题是要怎么样让这些不敢争取的人可以变成更懂得帮自己争取？怎么样让人没有自信？我觉得很多不同种原因。很多就是小的时候没有被爱的，没有被无条件接受的人，或者是在长大的过程中一直被告知失败是不 OK 的人。那就是亚洲教育就很多因为大部分人都会说我没有自信，不管你看到他的能力多好，他还是会觉得说没有啦，我没有那么好。我觉得亚洲文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不能自傲，因为自傲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负面的词汇，非常负面的，就是你自我感觉良好。那我觉得一定有一个中间点是我们大家 OK 的。所以我先讲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看有的
人不是害怕失败，是害怕成功。就是他就在成功就那临门一脚，忽然会出状况。比如说那天刚好睡过头，或者忽然有些 drama， 或者忽然就觉得，我看过非常多这种人，就觉得你离成功就这么近了，忽然就说啊，我觉得我还是不适合，就会突然出现一个阻碍。那我想要提的就是，我现在新开一堂课，就是在讲我们的人生系统学。那里面就讲的，你一定不要去责怪自己，因为我们的内在的自我形象，你要把它想成是一个内在的恒温器。也就是说，我们内在自己有一个设定，我们最舒服的温度。比如说，我内在设定的是24度好了，那如果太冷、太热，好，我都会觉得危险。我要先讲那个危险，就是你的大脑逻辑觉得我想要变成总经理，可是你的内在温度那个不是逻辑脑，他只会觉得，哎呦，好危险哦！等一下，从小都没有人看好你，你现在要被人家捧在手上，危险。所以你的生存机制会把你用力拉回来，说不要，你这样子会摔得很惨。所以它是一个潜意识的那个内在机制，说好，现在你太红了，太热了，你现在快要到30度了，我们试图的再把你拉回来24度。那所以这样子的思维，其实后来被很多科学家证实。就还有一个1960年代的这个医美，那时候叫什么整形外科医生，叫做 Maxwell Maltz， 他就发现很多人就是明明就是脸上本来有疤或者什么，整完了以后，他并不觉得自己变更美，就是他的自我形象并没有因为他真的改变了而调整。所以他们就发现说，哦，你内在真的有一个温度器，就是你没有去调整内在的话，你外面的环境，人家忽然再怎么鼓励你，再怎么看好你，你变得再美，你的内在还是那个无能的那个丑小鸭。所以他的目的是要保护你不受伤，所以它是一个保护机制。所以我们要看到它，秀秀它，然后说谢谢你，我现在不需要你的保护了，我真的可以，我真的可以成为30度，就是要有一些内在的对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怪自己说，怎么会这个时候睡过头？就是你越责怪自己，越没有看到这是你的生存机制，它设计在那边，这个系统原本就是要保护你的。我们是可以透过自我对话，或者是这个老师设计的课程当中，检视有没有自己的这个信念吗？是有一些问题可以问你，我在课程里面会引导你看到你的恒温器是什么。因为你可能是害怕失败，对不对？比如说我们都有可能，有的是害怕失败，因为我从小我的自我形象是我是我家的荣耀，我是我们家唯一考上台大的啊，我是我们家唯一可以进什么什么地方工作的啊，就从小我爸妈都说，你看就是这个人最好，你要我们其他的什么弟弟妹妹哥哥姐姐都没有他好。如果这是你的自我形象，你很有可能在未来是很害怕尝试新东西的，因为你一失败，你一有一点点挫折，哇，全家都很失望，那个你会觉得这个温度太不 OK 了，所以就会越来越不愿意尝试嘛，因为你背负的是大家的期待，你自己觉得。那相对的就是如果你是家里的丑小鸭，然后是那个哎呀就是最没有成就的那个，当你开始有的时候，那个温度计也会开始有警报，这是很不舒服的事情啊。所以你的理智说我想要成功，可是你的身体的保护机制它会跳出来保护你。哦，你现在太高，你这样子会之后会摔得很惨哦之类的。所以你说怎么样建立自信？我觉得第一个先看到我的自我形象，我是真的这么差的吗？去做一点实验，去搜集资料，就是我也不要自我感觉良好，你们大家都觉得我很烂，可是我就觉得自己很棒，这样也不是办法。可是是不是我的自我价值跟定位跟其他人看我都不一样？那我可能要想一下，为什么人家都觉得我可以做总经理，只有我自己不行？这是一个 indicator。然后再来一个我觉得可以让自己，你们刚刚问说怎么练习，其实你们看越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越有自信。经过大风大浪是什么意思？就是失败过很多次。
所以不要害怕失败。所以我觉得很多自信是来自于尝试失败，来自于那个我发现我每次都有爬得起来的力气。所以那个自信反而不是说我有多好，我觉得来自于那个你知道吗？我有足够的生命力是你打不倒我的。我不觉得一定是特定是能力，因为永远有人能力比你更强，而是那种被人羞辱、失败，然后快要爬不起来，可是自己又爬起来的那个能量，是别人拿不走的自信。那个根深蒂固，就是你散发出来的自信，就是摔过很多次，然后你又让自己爬起来，那是生命力的自信。所以如果是还很年轻在职场上的人，应该就是要多挑战吗？多去尝试。因为你可能当你累积的经验越多，你才可以更知道你自己怎么样帮自己加温。我觉得不止年轻我们今年开始做这 podcast 其实也是很大的，对，你们也很棒，而且但是很恐怖你们两个也超年轻的，很可怕。但我觉得这就是我试试看嘛，对不对？对啊，我试试看，我失败了，那我从中有什么样的学习？这个学习是我未来可以带到其他的工作上面去的。所以你我觉得大部一旦看到分人都把失败看得太重很严重，就可能一次我就完蛋了，我人生完蛋了，我不能。是我我以前都是会习惯先说我不行，我做不到。为什么？你后面怕的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像是怕出糗，怕失败，怕呈现一个不完美的状态。那你觉得这个是谁会难过担心？我好像也没有谁会，家人吗？是吗？但其实家人并没有给我这样子的压力，我觉得比较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期待，所以我就是那个在职场上可能很在意别人的想法，然后很在意说我自己今天会不会做的哪里不好，会出什么事的那种感觉。但我自己即使到我现在这个年纪，我也是这近几年才慢慢的去改口，就是告诉自己说不要先否定，不要先拒绝。就像 podcast 这件事情，一开始也是说，好，那我们就试看看吧。对，试了就知道。对，所以我就觉得，当你真的打破你的心魔，去跨出这一步的时候，就会发现，好像其实这一步也没有那么可怕。我想要给所有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的一个建议，就是你知道，不管再优秀的运动家、音乐家或者是什么，你知道，就算悠悠嘛这种提琴家，他也是有第一天拿起提琴，然后是拉得像鸡叫一样，就是没有人一天是专业人士，对。就是跑步也是，什么都是慢慢练出来的。所以与其看到你每一次就是以你现在这个状况来批判你自己，说你看我跑得这么慢，你要想象的是我现在是在跑很快的路上，那这个就是练习。我没有摔过几次跤，我怎么知道跑步可以怎么跑比较快？就是要练习。不可能我20几岁30几岁就是完美，跟你说20几岁30几岁就觉得自己完美没有犯错的人，那就停止成长。因为你就没有看到任何成长的空间啊，这样更可怕。对啊，那我想问，怎么样在设立目标跟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就是看见自己的状态，这个中间抓一个平衡？因为我的目标可能在那边，所以我每一次达不到，我就会一直跌。我懂。有一个叫做英文叫 stretch assignment，stretch 就是像拉筋嘛，就是说我要给我自己设定目标，是我踮的脚可以拿得到的。就是我一开始拉筋，我不会说现在劈腿马上，对吧？是不是腿就断了？但是我会设立说2个月后我要劈下去。对，那你可能一开始我们所谓的拉筋，就是你要设定的是让你会有一点酸酸麻麻，可是不是让你腿断的工作。我们很多时候设定目标，一开始就是劈腿，马上我现在就来，然后就我劈不下去，我筋好硬，那我就算了。那对，我想到我们减肥就是这样子。
是不是？我每次就是觉得我每次你还要减肥哦，我真的被他们两个刺激到快要昏倒了。比如说他们年纪，然后两个要减肥，我怎么办？好，你们继续。我这边也有很多就是更小的，所以我们现在都会觉得就是减肥这件事情真的很困扰，是我每次可能比如说我都会设以前啦，就是可能2个月5公斤，或是很多人都会说什么2个月10，就是很夸张的数字的。那可能2个月快到了，你可能才减不到1/3，就会觉得我就烂，我算了，我都不要减哦。我一辈子都在减肥，就是直接一桶冰淇淋拿出来，因为你知道，然后你知道我的内心就会有出现很多，就说啊，我工作都已经这么忙了，我还有顾小孩，我为什么不可以对自己好一点，对不对？为什么我又不是卖脸的，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吃？就是自己各式各样的合理化就会跑出来，所以我非常理解。那我觉得减肥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因为可以拿减肥来做很多系统跟组织心理学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我第一点就是我已经在走更年期了，所以我觉得我减肥了一辈子，我都没有看到我的内在假设是错的。我的内在假设一直觉得减肥节食要变漂亮，或者是身材要变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这个是我的假设。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你一给自己讲说你要快要做一件很痛苦的事，你的身体马上反弹，就是本来不想吃，现在就忽然想吃起来，压力荷尔蒙直接爆掉，然后就觉得哦，好吧，那我现在再吃1桶，明天再开始，压对不惊。对？对，所以我觉得我那个内在假设一开始就是错的，说减肥一定要很辛苦，然后所以我的策略就是错的，我的策略可能就是那我一定少吃，一定会饿到，一定会运动很辛苦，那所以结果不是我想象的，我就一直在改变策略。可是在于组织心理学里面，就是说你的内在假设才是最重要的。你的内在假设如果没改，你就一直在改策略，然后结果策略结果策略结果。但是其实你如果改了内在假设，其他的都改了。那我觉得我后来去看医生，我就发现说，原来我一直吃不够，我的蛋白质吃不够，所以我的新陈代谢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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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根本就是坏掉了。所以不是一直在少吃，所以那个是我的假设。那再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设定目标的时候，我们也要看一下目标背后真的要什么。就是你瘦下来是因为你想要气色变好，还是因为我们会执着在公斤数嘛？对。但是其实老实说，好不好看、肌肉量等等，它其实不是完全跟公斤数画上等号。就是你有可能肌肉量变高了，然后所以你变得比较重。所以我觉得更多是拉回来说，那个公斤数的背后，我真正要求的是什么？是变得更健康，还是变得更有曲线，还是变得什么？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设定的目标也是比较表象的。那个表象的目标其实它没有真正达到我们的核心价值，我们内在真正想要的。原来我们不知不觉做对事情因为我们2个都是2025年就有瘦下来，就瘦了。你瘦多少啊？10%的体脂，我也差不多快要10% 的体脂防率。哇，对。然后我觉得会成功，就是雪莉老师刚刚说的内在假设，因为我以前也会觉得瘦下来很痛苦，运动很痛苦，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办，就是怎么都办不到。但后来我真的有改变这个前提，就是我把它压力不要那么大，不要把瘦下来这件事情当成压力很大。然后再来就是我是觉得说我是为了什么？我是为了健康，我是为了让体态更好。所以我真的是以前我有一阵子是每天量体重，我超级无敌焦虑，每天那个0.5几%上下就觉得我又变胖了。后来我就变成1周量1次，然后也没有只看那个数字，我反而是去照镜子看体态，真的整个人心态改变超多，就成功瘦下来。你们2个都是吗？对，我们2个都是秉持着一个要快乐吃，对，然后要快乐减，不然就不要减。所以我们非常棒。对，我们瘦下来的过程是快乐的，蛮轻松的，没有压力的。这就是呼应到老师刚刚说的。我是到了这个年纪才因为有医生的指引我才做到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你们在这么年轻就忽然发现了这件事情。
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知识，就是真的觉得是算卡路里，然后对大家都就是把自己身体都搞砸，就是弄得很不健康。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水煮，到我有一天还昏倒。而且难吃。就是真的就是水煮，对啊就是一个酷刑，然后就是为了体重，然后后来才发现这样吃根本不健康啊，就是也没有油，然后也没有盐，然后我血压又低，错误资讯所以我觉得很多就是我们自己的假设。那我把它拉回来，我们从减肥拉回来，在职场上，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我的假设是我做这个事情会让你们比较开心，我以为我在做事情是让我老板开心，可是这些也是我的假设啊，预设立场。这也是我的预设立场。就像我的预设立场可能是减肥一定很辛苦一样，就是我们常常应该要停下来检视一下，说有没有什么预设立场是我需要去确认一下，它可能不一定是真实的。那有没有更技巧性的问法？是我们是想要沟通的，我们想要试着理解同事或是主管的想法，因为我们想要改变那个预设立场。那有没有什么更技巧性的问法，是既不会被情勒，但又可以让彼此的沟通更顺畅？我觉得刚刚那个工具真的可以拿回来用，就是我叫做 BART。第一个就是这个工作的边界是什么？这个工作，比如说我们预定是3个月要做完，2个月要做完，或者是在多少资源内要做完，我先把边界抓出来，对不对？就是非常系统性的确认。然后在这个边界里面，谁有权限做决定？比如说有哪些部分是你授权我可以做决定的，有哪些部分是我必须要去问别人，或者是我一定要请示老板的。我们把权限搞清楚，然后把角色搞清楚。做这一件事情里面有几个角色，有几个重要的主角，对不对？那他每个主角他的权限是什么？最后就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不是表象的目标哦，是最终的目标。就拿减肥的案例来说好了，我不是公斤数，我是要活得更快乐、更漂亮。那理解老板最后的目标是什么？那这个就是一个沟通的方式，就是把这个摊出来，大家讲，我们就用 BAR 来确认一下，我们大家厘清一下，我们大家的期待是不是一样？所以用一个系统化的方式，找出不同角色之间的共识，然后再开始去分配不同角色做事。对，你是老板的话是你分配嘛，你不是老板的话，你就是理解老板的期待是什么，还有大家对于老板的期待是不是一样的。因为有些时候老板讲完，大家好，老板也觉得他交代清楚了，那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投射、自己的想法去做，所以合作上面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就是大家一起来厘清。那刚刚讲到情绪勒索啊，假如说我现在就遇到了情绪勒索，他比较有可能的是我让他这样对我，还是说他就是一个会情勒别人的人？他有可能就是一个很爱情勒别人的人啊。那遇到这样子的人怎么办呢？你就不要被他勒索啊。我觉得你若跟我讲说，我抓了你的小孩，你一定要来，对不对？这是勒索嘛？对不对？就是你一定要怎么样，我才把小孩还给你。好啊，那这件事情，这真的是我的小孩。你若抓了别人的小孩来跟我讲，就那然后呢？我这样做你会很生气，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要很大的勇气耶。不是真的，你生气，我有这个权限承担你的生气吗？我还是拉回来我的权限，你的生气跟你的人生的幸福应该是我负责的嘛？我是你同事这个是我的角色要负责的嘛？那你说有时候亲子关系的时候，你就仔细去看说，我这样子，我还是愿意被勒索，那我可以不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勒索的人他一定不开心嘛，但是你还是要划界限，因为不能，要不然就是你一辈子就忍着，然后你很痛苦，因为你很痛苦，你最后也会开始情勒他，互相情勒，一定是我都为了你做这么多，那现在该你了吧？我上次为你付出这么多，那现在该你，那就是互相纠缠一辈子。所以这个解决法就只能
强迫自己不要被勒索。对，我觉得还是换界限啊。你如果应用自己想的意志力去撑，我一直觉得人不要靠意志力活，我们有一些系统来支持自己，就是我不要忍住，我受不了，我真的就去 check 啊，这是不是我的界限？这是不是我的权限？这是不是我角色应该做的事情？这是不是我人生的目标啊？都不是。那我这个清单确认以后，我不用在那边内耗，说我应不应该，我这样子是不是不对，什么什么的，就有一个系统去支持你，有点帮自己立一个职场公约的感觉吗？有一点，有一点点，因为你不能每次去银行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然后你的人生就很混乱嘛，对不对？就是有一些事情该顾的就顾，有些是人都有限制的，你不可能顾到每个人的情绪。然后你也不应该顾到每一个人的情绪，你不需要，也不需要，因为他的情绪他应该要自己承担。我们一定要看到，当有些人不够成熟的时候，他的愤怒是想要发在别人身上，都是你害我，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他的内在也是恐惧面对说，因为我自己的关系，所以我没有成功。我若怪别人，我的心里是比较舒服的。那所以他有他自己成长的功课。你不需要把它扛下来。我刚刚看了一下访纲，我发现啊，每一个问题哦，我都觉得就是在界限。我也发现每一个问题都是在界限，其实就是要把界限画出来。对，其实就是界限。你有一个问题我非常喜欢，就是碰到天马行空的老板，你要怎么跟他讲说这个东西是不能执行的，对不对？是不是问题？对。我觉得天马行空老板一定是拉界限啊！我跟你说，对于天马行空的人来说，天马行空是一个我们站在，也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说法。因为我觉得你的东西是不具体的，所以我把你讲天马行空。我站在另外一个角度，你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天马行空是因为我做不到。那我觉得。对于碰到天马行空的老板，你要知道你老板他会成功，一定有他成功的原因。那你觉得他东西天马行空，与其马上说 no， 因为我们其实人最讨厌我提一个想法你就说不要，不要，对吧？对，那你就心里想的是 yes and 是老板做得到，做到的代价是我们其他人都不能做另外一个案子。我跟你说，很多有创意的人，当他在发想创意的时候，他专注的是他想要达到的目标，他的盲点会变成我要花多少代价达到那个目标。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啦，对，所以你要提醒他的只是，老板你一定做得到，但是我们的代价是什么？我讲以前我们的政府单位有一个。不可以讲太细，反正他也是，他下面的人也是一直换，只有一个人待的最久。然后我有幸碰到这个人，我就问说：“哎，他的其他的那个都换了，只有你留在身边。”他说他对他的方式就是好，他什么都好，然后他接下来把这个代价讲给他听。可是这样子，好，预算大概2亿，那想一想就我们没有2亿，那不要做了。就不是说你这个 idea 不 OK， 因为创意的人他就觉得这是 OK 的，他才会提出来嘛。所以我觉得那个边界也是说，这个是一个目标，那我就把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讲给你听，这是有边界的，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他们2个就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事情，这样子 OK 吗？就是让他看到代价，让他看到这个界限可能在哪里，那让他自己来想说，那我这个 idea 要改，因为你很难去跟一个权力比你大的人说你的 idea 不好，这个下场不会很好的，真的。所以我们今天算是得到了一个核心价值吗？学到了一个通用的，就是老师所谓说的系统化。我觉得可以把人生的某些部分系统化，因为我们需要人生太多的不确定性，我们太多事情需要烧脑了，而且你们做 content 的要想内容，对
对不对？好累哦，就是要想内容，这些都是需要创意的东西。就是有些不需要创意的东西，你就有一个规范出来，就是它就是有一个 SOP 的，你就不用每一次都要在内心里面纠结，要说好还是不好，这样会伤他的感情还是什么什么的。这些就是把一般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就把它系统化，剩下来的空间跟余裕就可以做你们真正想要的事情。我自己会有点想上因为我觉得我的头脑很常花在想也想不透的事情上。我问大家，大家都说那不然，比如说他说那你就 A 好了，然后另外一个说那你就 B 好了，然后我回家就想说完了要 A 还是 B？然后永远想不透，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学习完运用。对，选择困难，因为我就是有选择困难。然后我现在的处理方式，因为我没有听过这个系统，我现在处理方式就是我什么都先做，但是这样子也很花时间。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可以，到了一个年纪你就没有这样的体力了，很累，或者是资源，对，而且会时间拖很长，然后没有效率，所以我觉得那个连接我告诉你，你说你 ENTP 是不是？我跟你说 ENTP 一个非常棒的，就是它是一个随时可以就可能是天马行空的，非常有创意的。因为我会想到非常多的 idea， 那我没有办法取舍的时候，我就只好每个都做，对不对？那所以做 ENTP 的下属会说：“老板，救命啊！”对，对不起，就是老板。所以这个时候，可是你的下属如果跟你讲说：“好，如果我们做这个的话，那就要放弃 podcast， 因为没有时间。”那你就会说 ：“OK， 那这个就不能做。”所以我就说 ，ENTP 的类型朋友 ，ENFP、ENTP 的类型朋友们。在你想要看到你目标，你想要达到的东西，我希望你退一步来想说，我愿意牺牲什么，我必须要牺牲什么才能达得到。从这个来看，因为你看这个也好，这个也好，这个也好，每个都想做，每个都好，因为你会看到它好的地方，有好多画面哦。你来看说，我愿意牺牲什么？这个就看到全方位的东西了。好。然后再来就是可能真的要有一些系统跟边界，就是超过这个边界的我就没有办法实验， no 就是 no， 不行就不行，因为我现在的资源，我现在这个我给自己遵守这个边界，那超过这个边界我就不用再想啦，再好的也不用想啊，我们就这样子就不会太多内耗。可是我刚刚想到一个很有趣的，因为我们在开录之前，我们刚好讨论到我们两个的 MBTI，我们是4个字母都相反，这样子，可是我们工作起来蛮顺的，工作起来都是这样子。当初吸引你们的东西，未来也会是你们合作的挑战。但是你们只要记得你们的初心，就是为什么我们当初合作的这么好，就是我们要带着欣赏对方的来想对方到底在想什么，好像带着欣赏来看伴侣关系有点像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你当初我又要带上你又要 diss 我老公，好糟糕哦。就是我当初很喜欢我老公，我们高中同学，我就觉得他都不讲话，就是好像很内敛，然后自己有各种投射。后来我就觉得你有话要讲啊，就是你为什么不沟通嘞？你就怎么不会把话讲清楚？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每一个特质，当你心情好的时候，那个特质都会变优点。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很照顾自己的人，你就觉得对他很会爱自己，保护好自己。你心情不好的时候，看同样一个人，就说这个人就自私自利。所以更多是你自己心里的状态。所以当你看对方不顺眼的时候，可以来检视说，为什么我现在开始有点情绪？以前我是喜欢他的。这我觉得在工作上面都是互相提醒嘛，因为一定是互相吸引才会一起合作。对，但是一定不会人生，因为你情绪来的时候，你很容易投射在其他人身上，所以就是互相提醒。那老师，我们最后想要问，如果想要了解这个课程的话，我们可以从哪边得到这个资讯？所以这堂课开在知识卫星，叫做人生系统设计。当初开始是因为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太专注在 MBTI 个人身上，没有看到整个系统。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讯息会再给你们的频道，我们就把它放在下方 followers 连结。是，今天很谢谢雪莉老师，真的谢谢你们聊得很开心。我是想要知道年轻的美眉们是怎么样看职场，是有什么样子的担忧。可是我觉得很多都是跨世代的啦，真的是跨世代的。没错。今天如果喜欢这一集的话，记得要分享给你职场上面有困扰的，或者是你本人传给你的同事，或是给你的主管看，好吗？对，我觉得主管也需要。我觉得这集很好听，你要不要听看看？不要讲太多，让他自己看。好，那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还有5星好评。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啦，拜拜，拜拜。